这是一个朋友讲给我听的。朋友说，在他上大学的时候，学校因为专业的原因，女生特别少。据朋友说呢，全校女生加在一起都不到50个。大家可以想一想啊，800多人的学校只有50个女生，这是什么概念？朋友那时候呢，上大一就加入了学生自己组织的舞蹈啦啦队。其实说白了，就是想多接触一点女生。但是朋友说，那时候他有一个问题一直想不明白，明明地下室有一个舞蹈教室，为什么就不让学生们进去呢？从外边向舞蹈教室里面看，发现那是一个非常大的场地，而且还有各种辅助设施，就连那块大壁镜都不是一般的大。这要是练习起来，也能很好的纠正自己的动作呀。但就是贴着封条，锁上大锁，不许任何人去使用。因为朋友也是新生嘛，就问他的师哥师姐们，但是据说连大3大4的师哥师姐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也跟朋友一样。来的时候呢，校方就明令禁止学生老师进入地下的舞蹈室。据师哥师姐们说，他们来了这3、4年了，都没有看到过这个地下舞蹈室开过门，也没有任何的校工进去打扫。朋友说，有一天周末放假，大家10多个人呢一起在饭店聚会，然后朋友就在饭桌上谈论起了这件事儿，说为什么不让我们去学校的舞蹈室呢？磨磨唧唧的说了一大堆埋怨的话，其他人呢也就跟着附和着埋怨学校不给个解释，也没有个说法。由于后来呢都喝了一点酒，就有一个胆大的说，要不然我们今天晚上一起进去看看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这一提议呢全桌人都赞成了，但是后来一想，这铁门如何进去啊？这时候我这朋友就说了，我有一个邻居家是干开锁的，也是我朋友，他一直跟着他爸学开锁呢，我一会儿把他叫过来，让他练练手的同时呢，咱们也能进去一探究竟。众人均同意了他的说法。转眼到了晚上8点，天已经黑了。这时候行动是为了避免值班老师发现，一行人偷偷摸摸的就来到了地下室，轻轻的撕掉了封条，小心的放在了书包里面，因为走的时候还要原封不动的贴上，免得校方察觉。开锁的朋友没有几分钟就把锁打开了，然后告辞。在拿下锁头进入舞蹈室的一瞬间，一股寒气迎面吹来，并带着发霉潮湿的气息吹向在场所有人的脸庞。都愣着干嘛呀？找找灯的开关呐！这时候人群中有人说了话，大家开始在舞蹈教室里面找开关，但是找到开关以后，却发现任何开关都没有反应。估计应该是校方已经将舞蹈教室的电闸给掐掉了，所以供不上电。大家呢掏出手机，那时候的手机还都是老式绿屏的那种，借着微弱的光亮四处查看。忽然有个同学说，大家看我找到了什么啊？顺着声音，大家看到有一个同学手里拿到了2根蜡烛。大家心想，这真是想什么来什么呀。点燃后，屋里面有了些许的亮光。这时候发现舞蹈教室因为常年没有开放，有些地方啊都已经长毛发霉了，地上还有一层灰尘，各种辅助器械也都是灰尘。就在环顾四周的时候，刚刚点燃的蜡烛忽然就给熄灭了。朋友回忆说，那时候肯定是没有风吹过的，因为地下室是封闭的教室，没有流通的风。再次点燃蜡烛，然后在10几秒内又熄灭了。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时候一个师哥说，我们今天先观察到这里吧，明天还是这个时间，我们多带一点蜡烛、水、抹布来打扫打扫。等我们将这个舞蹈教室都弄整洁了，估计校方也就能够让我们使用了。大家都很同意，便走出了舞蹈教室，锁上门，封条复位。第二天呢，大家拿了很多的蜡烛，还有水盆、抹布，一行9人就开始轰轰烈烈的大干了起来。因为今天蜡烛带的很多，所以舞蹈教室里面也亮堂了不少。看着周围的教室，大家还都觉得挺浪漫的。但是朋友说，就在他蹲在地上背对着墙壁上的镜子擦拭地上的灰尘的时候，
不经意地抬高屁股，从胯下低头往镜子方向看，就发现镜子里面有2个人在跳舞。这时候他将头抬起来，发现大家都在忙活着清洁教室，没有谁在跳舞啊。而且刚才看见镜子里面跳舞的人也不是他们这一行人里面的任何一个人呢。然后朋友好奇的又蹲下，从胯下往后面一看，那2个人还在镜子中跳舞呢。朋友说他当时嗷的一声就叫了起来，顿时所有人都看向他，问他怎么了。朋友想将刚才看到的事情说出来，但是看到在场的还有女生，就没好意思说，就说是地上有东西扎到手了。然后他又偷偷地看了一眼镜子，发现这次什么都没有了。大约是到了晚上10点多吧，舞蹈教室已经打扫得差不多了，看着干净的地面、透亮的镜子、崭新的辅助器材，大家擦了擦汗水。这时候有人说，我们就借着这个烛光在这里跳一段吧，也算我们没有白辛苦。大家都同意了，于是呢，所有人排好队形就跳了起来。这时候前排有个师哥就说了一句，后面的2个你俩跟着大家的步伐，别乱跳啊。过了几秒钟，这个师哥又说道，后面的2个人你们俩没有听见吗？让你们跟着大家的节奏跳。又过了几秒钟，师哥在镜子前忽然转过身，指着后面说你俩呢？你俩怎么？大家也顺着师哥所指的地方转身向后看，不过没什么呀。师哥发出了一声疑问，诶，刚才那2个人是谁啊？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说不就是我们这9个人吗？还会有谁呢？师哥面带疑惑地转过头，面对镜子，准备带领大家继续跳。但是大家发现师哥这时用手指指着镜子里面数1、2、3、4、5、6、7、8、9、10、11。师哥缓缓地转过头来问，今天到底来了几个人呢？今天还是昨天来的人呢？这不就是9个吗？我怎么查的是11个呀？师哥此话一出，所有人都被吓了一跳，大家都说你别闹了呀。师哥镇定了一点，说道，这样吧，来的人都举手。大家在举起手来之后，师哥在镜子中又开始数人数了，接着突然转过身面向我们大喊了一句，那2个人是谁呀？大家都回头观看，依旧是没有任何人。师哥，你是不是在吓唬我们呢？就是9个人呢，你看一看啊，很好数的，你第1排就你1个人领舞，然后我们后面2排分别是4个人，这还用数吗？啊，哦，师哥莫名其妙地点了点头。正在这个时候，我们身后的蜡烛突然给灭掉了，就剩下前面几根蜡烛，因为要跳舞，所以把蜡烛都放在了身后的地方，但是前面呢也就放了有3根吧。这时候舞蹈教室一下子就黑了下来，3个女生顿时就发出了一声尖叫。师哥这时候说，都往我这边来，拿起这几个还燃烧的蜡烛，把那些灭掉的都点着。大家过来正要弯腰低头拾起地上燃烧的蜡烛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同学说，大家快看镜子呀，镜子里面怎么全都是人呢？女生听到这儿的时候更是被吓得乱叫成了一团，别说女生了，在场的男生也是快要被吓疯了呀。不过我朋友说他当时也往镜子上看了一眼，不过他看到镜子里面1个人都没有，看不到自己，也看不到其他人。看着女生惊恐的表情，还有其他男生不知所措的目光，虽然就在这镜子前，但就是认不出影子，感觉这个镜子呢跟他们有这108000里的距离。这时候发现镜子里面还是原先的模样，厚厚的灰尘，没有一丝的改变。但是正在看的时候，镜子里面忽然出现了2个身影，对，就是朋友擦地时候看到的跳舞的那2个人。然后朋友说他顺势就拉住了一个女生说，快跑。在他拉着女生说快跑的时候，其他人也发现了镜子里面的灵异事情，都往门口跑。快到门口的时候，那几个本来还正常燃烧的蜡烛也瞬间熄灭了。
朋友说，在向身后看了一眼的时候，好像在舞蹈教室的中央看到了那2个人的身影，在向他们慢慢的挥手道别。众人一口气直接跑出了地下室，直奔寝室楼下。几个人都是气喘吁吁的回到了宿舍。然后朋友说，第2天呢就被校方知道了，给他们几个人记了过。再后来，谁也不敢提及那个舞蹈教室了。在朋友大4的时候，听到了一点关于这个地下舞蹈室的事情。据说在好几年前，暑假毕业了一批学生，有2个学生是情侣，也是舞蹈队的。好像是因为家里还是事业上面的原因吧，2个人必须要分开。于是这2个人呢，就相约来到了这个地下舞蹈室，选择了最不愿意让大家看到的结局——殉情。第一次在舞蹈教室捡到的蜡烛呢，就是这2个人带来的。因为事情发生在暑假，没有老师也没有学生，还是在值班的巡逻的时候发现的。后来警察贴上了封条，那个值班的也不做了，所以事情呢没有大面积的传开。这也是朋友从某个老师嘴里听来的，这个老师好像就跟以前那个值班的人认识。